一个在北京、上海、南京，甚至是整个北方都没有店的奶茶品牌，古茗是怎么做到茶饮界老二的？最近，古茗上新了1块钱的冰水、2块5的柠檬水、7块9的鲜牛奶，这几款看起来没有技术含量的单品，背后却隐藏着一套高明的生意经。而蜜雪还在靠着魔性神曲红遍大街小巷。喜茶和奈雪悄咪咪的走下沉路线时，一个只有华东地区有门店的古茗，却在众人眼皮子底下闷声发大财。全国门店将近1万家，市值超500亿港元。光是2024年的前3季度，古茗就营收64.41亿元，稳坐中国第2大茶饮店宝座。可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北方的朋友可能连古茗的影子都没见过。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古茗的门店几乎没有，北京、上海等1线城市更是不见其踪影，这不禁让人好奇，这个偏安南方的奶茶品牌究竟是如何逆袭成为行业巨头的呢？2010年，一个叫王云安的理工男在浙江温岭的一个小镇上开启了一家名为古茗的茶饮店。开业初期，古茗的日子并不好过，第一家门店生意惨淡，每天的平均营业额只有300到500元。几位合伙人甚至一度讨论要不要转行，结果坚持了半年后，古茗的日营业额逐渐被拉到了1000元。到了2011年，古茗选择开放加盟，但他并没有将目光瞄准1线城市，而是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先在下沉市场深耕。可明明开放了加盟，早期的古茗却在扩张上十分缓慢。2013年，古茗的门店过到了70家，到了2017年，门店才突破1000家。2020年，古茗也只在全国开出了1388家。古茗的前期扩张速度为什么这么慢呢？其实这跟它的供应链有关。在古茗的大本营浙江，你会发现它的门店分布十分密集，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家古茗店。这样的打法在餐饮界都极为少数，但却能最大限度的提升供应链的配送效率。就以浙江为例，古茗在杭州、宁波、台州、湖州都设有仓库，92%的门店都分布在仓库的150公里范围内，这些门店基本都能做到1天1配送。这对于主打限制水果茶的古茗来说，既保证了水果的新鲜度，又不用担心供应速度。也正是因此，古茗才选择了走南不闯北。如果贸然进入北方，很可能会因为供应链跟不上，导致水果茶品质降低。目前，古茗已经在全国建立了3个果汁加工厂、21个可冷藏新鲜水果的仓库，以及配备了327辆冷链车。在原材料采购这方面，古茗的把控都非常严格，从水果的挑选到茶叶的采购，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标准。比如，古茗使用的柠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西双版纳香水柠檬，而葡萄必须要达到一定甜度才会跟果农收购。因此，古茗不管在哪开店，都能吸引到大量年轻人。当初杭州第一家古茗开业时，队伍足足排了12个小时，而古茗到了长沙后，人们更是凌晨就跑过去排队。2023年，古茗累计售出12亿杯饮品，商品销售额超过了192亿元。这样的古茗好钱有钱，要名声有名声，可他却差点将自己的一手好牌打坏了。2021年，古茗被查出偷税漏税2000万，被罚款1000万。之后，古茗道歉回应，却让舆论再次发酵。大概意思就是说，税是前年逃的，罚款去年交的，料是突然爆的，凭什么还揪着不放？很多古茗的忠实粉丝站出来不买账，也有网友表示，只要不是安全问题，就不影响我喝奶茶。虽然风一过，古茗照样可以卖奶茶，但这也给当时快速扩张的古茗带来了危机。为了留住消费者，古茗开始钻研新品。2023年推出的云岭茉莉白，直接成了古茗的流量担当。上架后的短短几个月，当月销量就能突破100万杯。而前段时间，古茗又推出2款低价产品，1元的冰水和2块5的柠檬水。这2款看起来没有技术含量，也没有做任何宣传，却在市场上掀起了一阵热潮，被网友称之为是古茗最强单品。不少网友开始自己 DIY， 用古茗冰水加玫瑰茶，就能拥有一杯玫瑰冷萃茶。往冰水里加2片柠檬，秒变柠檬水。而2块5的柠檬水对比蜜雪4元柠檬水，消费者自然会选择古茗。最近古茗又推出了7块9的鲜牛奶，和路边摊以及其他实体店的价格一比，优势就很明显了。路边摊的散装鲜牛奶虽然价格可能5元左右，但卫生条件参差不齐，消费者心里总有些不踏实。而像沃尔玛、永辉这样的大型超市，配合250毫升左右的知名品牌鲜牛奶，价格大多在8到12元。古茗的价格显然更具吸引力。然而这些单品的背后，实则都是古茗背后的策略。1元冰水和2块5柠檬水就像是钩子，用低价吸引人流。不管是路人还是附近的居民，看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很容易就会走进店里。一旦进了店，就有可能顺带买一杯其他的饮品，这样就带动了高利润产品的销售。即便消费者不多买，但古茗这一品牌就成了人们想喝饮品时的第一选择。而7块9的鲜牛奶则巩固消费群体，老人、小孩、上班族都有需求。古茗的创始人曾经说过，古茗真正的对手是瓶装饮料，现做现卖的冰水，对手是便利店2块的瓶装水，2块5的柠檬水则是柠檬风味饮料，7块9的鲜牛奶是来路不明的瓶装奶。这一系列操作，古茗看似是在卖便宜单品，实则却是为自己成为更强大的茶饮巨头铺路。尽管古茗前期扩张很慢，但在有了供应链精确的市场定位后，古茗才开始将扩张提上日程。2021年，古茗门店超4000家，2022年门店超过6000家，2023年突破9000家，今年又赶在蜜雪之前，成为中国继奈雪、茶百道之后第3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按照这种扩张速度，是不是就意味着古茗要反超蜜雪了？
其实这也很难说，古茗最大的优势也是它最大的困境。首先就是扩张上，古茗在能扩张的城市省份即将迎来饱和度，如果再继续在现有区域扩张，门店之间的相互竞争就很难避免。再者就是当下茶饮行业价格都在大幅度下降，就连一线城市的茶饮客单价都从去年的25元降到了如今的15元，而古茗所在的10到20元处于中端价格，一旦走错一步，很有可能被其他茶饮甚至是后来者居上。就像之前的说，一烧仙草，一步错，步步错，即便带着新装修再回归，也很难抓住消费者的心了。所以说啊，古茗的价格和在一线城市以及北方地区的布局滞后，会成为它未来最大的挑战。毕竟现在茶饮品牌这么多，没了哪一个，还会有下一个再出现。